我在想，由你出面现场，日后你就是华南制造局总办，领协同军衔。铁山开出的条件实在不错，但他又怎么会对我那么好呢？绝不会那么简单。大人这番美意和苦心，卑职十分感动。可卑职在家的地位，未必做得了这个主啊。李家上下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们势必为官司上下走动。这时，你可以上下活动，给李家争取到了以场换命的大便宜。李家只能视你为救星，谁敢不同意？即使是李崇光，他能说什么？你担心的不是李家人，是欧巡抚。欧巡抚派你来看守华清，他是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如果李玉堂真跟刺杀有关系，他溜得比谁都快。欧巡抚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女儿接走，这信以为然还不清楚吗？他和李家联姻，本来醉翁之意就在机械厂，可毕竟是你们家现场救人，他也说不出什么来。你以为你是他的心腹吗？可他毕竟没有把女儿嫁给你呀。爹怎么会把你嫁给李崇才呢？聪明劲儿他是有，可是要用他，也要防他长大了咬人。李崇甲在我这边当到管带，也算是道理。你的手里握着李家的命运，更握着你自己的命运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李崇甲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卑职明白，卑职一切都听大人的。好，你现在就回家，趁着华清不醒不死的，这篇文章才好做。真好看，二太太。嗯，哎，哟，老丁啊，有什么事啊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几笔婚礼的礼仪呀，长没弄清，请二位太太过去一趟。啊。哦，那忙去吧。哎，去吧。娘，先走了。娘，我先去了。去吧。奶奶。我给你捏捏。哎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要不让西媳妇给你捏捏？哦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你们忙去吧，忙去吧。我在这待时间长了，该不耐烦了。去吧。那奶奶，我们走了。去吧。奶奶，我们走了。去吧。嗯。老太太，去睡会儿吧。说吧。说什么？你怎么连我都瞒着呀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一大早气氛就不对，两位太太还有崇光，魂不守舍的。要不是出了大事儿，老爷能那么匆匆忙忙的去香港吗？你爹哪受得了这样的罪啊？崇光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是，我在想。老二家的，你真是糊涂啊！想办法要崇甲想啊，崇甲才是官府的人嘛。哦，对，崇甲，你想想办法啊！
沈娘，你别急，看守啊，我已经打点好了。二叔在里面应该不会受太大的罪，这还都是小节，关键是那个刺客。刺客醒了，怎么着的？不用看，不用看，老太太这会儿还睡着呢。上面不是派我和另外一个军官日夜看守吗？就在那个军官去起夜的当口，那个刺客突然醒了，还说了几句梦话。啊，说什么了？我离得最近，听得清楚一些。他说：“你可害苦我了，什么老板？什么老板？这个我没太听清，好像是李老板啊、吕老板还是你老板，反正是这3个字当中的一个。”这个时候，另外一个军官又回来了，我赶紧让我的手下去跟他寒暄。幸好，这刺客又昏睡过去了。难道老爷真的跟那个刺客？不应该呀，好好的，他干嘛要干这件事情呀？不是舅老爷找那个刺客来的吗？冲甲，能不能把那个刺客给杀了？哎呦，老二家的，你可真是江湖人出身呐！你要这样被人逮着了，你就是浑身上下长满了嘴，都说不清楚了。哦，对，不，我都糊涂了，都糊涂了。沈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你都没见过那阵势啊，里3层外3层，包得跟铁桶一样密不透风，就连我进去都要搜身，根本就下不了手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什么路？你告诉我，还有什么？我真的全都说了。这欧小姐怎么不跟着她爹回去呀？这我真的不知道，除了崇光少爷，恐怕谁都不知道。看来欧小姐要留在咱们家了。有欧小姐在，欧巡抚不会不管的。这个家全靠崇光了。崇光，这事儿娘听你的，现不现场你拿主意。你们别都这么看着我。我好乱呐！老二家的，这可是我儿子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怎么到这会儿你们舍不得钱了？我舍不得什么钱了，只要老爷能出来，别说是1个，10个我都愿意。啊，这不就结了？娘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崇光兄弟，你也没意见？哎呦，行了，儿子，你快去弄文书，以后李家的事儿都听你的，你做主。对，如果这事儿成了，崇甲就是咱们家的大恩人、大功臣。沈娘，您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那我去弄文书，回来你和崇光在上面签字。哎呀，行了，崇甲，走。崇甲大哥，放我爹这件事是铁大人点头，还是欧大人点头啊？当然是铁大人和欧大人都点头嘛。那铁大人他能点头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得活动活动。铁山那人最麻烦，谁要是招惹到他，那就倒大霉了。不过我听说他这个人最看重政绩，他刚到广东来，
咱们能现场，这不也是他的政绩吗？那欧巡抚呢？我已经说过，这就是欧大人的意思。哎，到底想说什么？说啊！我想说，咱们要是现了场了，万一铁大人不放人怎么办？咱们现场的字据上能不能写上必须放老爷出来？那刺客还没醒呢。说句不好听的，铁大人到时候不管什么样的供词他都能找到，到时候他不放人怎么办？胃口更大了怎么办呢？得有个保证啊！哎呀，崇光，这都是暗箱操作的，怎么能白纸黑字呢？官场上的事情都是心照不宣的。心照不宣，那就是他想认就认，他不认我们干没辙，还挑不出他的毛病。崇光少爷，在英吉利待久了是吧？怎么做清朝的人不知道啊？要不，咱们去问欧府台，能不能给我们个准话？崇光，你要是觉得我办事没准，你自己去办去。回去当差了。钟甲，别着急，让崇光再想想啊。沈娘，当断不断，白耽误功夫。这条路子再耽误下去，就没戏了。再说过2天，我二叔要是还没放出来，那我奶奶知道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是觉得这个措辞上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改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那没问题，咱们就签。糟了，这些字，他们认识我，我可不认识他们呢。比呀比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什么叫下笔千金珠。崇光，立升机械厂，那是广州最大的机械厂，我爹爱死了。他要是趁机敲你家竹杠，干嘛不让你家直接把厂献给他呀？可这是李重甲说是你爹的意思，打死也不可能让这块肥肉进铁山的手的。这才是我爹李重甲把你给蒙了。他为什么蒙家里人呢？这字不能签。我算哪根葱啊？你算哪根葱？当家的葱。这字不能签。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为我二叔这个事儿，累得都快跑断腿了。崇光弟弟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机械厂以后就是你的，你舍不得？我说你呀，你是要钱不要亲爹。哎，我说你还是不是你爹的儿子？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是担心铁山，铁山要是吃人不吐骨头，拿了厂子不放人，我们找谁说理去？那你说怎么办呀？至少得有个中间人吧。要是欧巡抚他能做中间人就好了。好啊，崇光说的对啊。你现在是欧巡抚的女婿，你有面子，你直接去找他做中间人。这件事你们还是自己做好决定再来找我吧。这个事不管成与不成，我得回去盯着点那个刺，省得他醒来之后呢，乱咬人。哎，重甲，别急，再商量啊！还有什么商量的？你想好了啊？以后是靠你儿子
还是靠老爷啊！想想。娘，这事儿得他们自己做决定，要不然的话，以后啊，咱们落埋怨。就是。崇光，还是签了吧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崇光，我签。奶奶，签什么？什么不签就来不及了？啊，奶奶，琼家大哥说有内部消息，说东山有块地，买了肯定赚。我大伯娘和我娘都说要买，我就说等我爹回来再说嘛，这不就吵起来了？吵到您了吧？我带您回房休息。崇光，你爹能回来吗？行了，别瞒我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咱家又得过一个坎儿了。娘，是这样的，让崇光说。崇家的意思没有错，崇光的担心也是有道理。咱李家吃官府的亏吃大发了，不得不谨慎。奶奶，您来做主吧。崇光，你看怎么办？奶奶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刺杀的事说不清道不明，铁山眼看就要为难我们了，我们不现场怕是不行了，可现了场怕也未必行。欧巡抚那里昨天晚上已经把我爹抓了，还点名了崇甲大哥要去守刺客。我觉得这件事多少是为咱们家着想，所以这件事不能不过欧巡抚的眼啊。要不然我去问欧巡抚，咱们现场也要献个明白，哪怕是把场献给欧巡抚呢。崇光，你这是行贿，你知道多少监察御史都盯着这事儿呢，你就是敢献，欧巡抚未必敢收啊！啊！哎，崇光，昨天晚上，欧巡抚不是带着女儿回去了吗？怎么现在还在咱们家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……哎，欧巡抚到底认不认你这个女婿啊？哎，他肯不肯救你爹，就看他认不认你这个女婿了。奶奶，这你放心，他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他女儿认我了，他就得认。好，我这里有2万两汇丰银票，你拿着，赶紧带你媳妇回门，求你丈人救你爹。我可不回去，我一回去被我爹扣住了，你们家就更没有底牌了，我爹就更不会管你爹了。那你赶紧想办法嘛，现在就想啊。我想想，要说啊，就等。反正刺客是你们的人嘛，
他总不至于供出你爹啊。那可说不准，人急了不就是咬人，保不准说什么。要不这话你跟你爹说，就说那个刺客是我，不是你们的人，肯定跟我爹没关系，让你爹放心救我爹。反正我是不去，要去，你去求我爹啊。你别以为我不敢啊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现在就去跟你爹谈。我把秦少白的事告诉他，我告诉铁山，对，他们谁愿意放我爹，我就把秦少白的事告诉谁，我就不信混不出我爹来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不会啊？我爹都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不是秦少白害的？他已经把我害惨了，又害我爹。他说你管，你也不管，你们全都是说的比唱的好。我把他们供出来，有什么不对？我先去找你爹，再去找铁山。你别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帮你救你爹，你帮我见少白。丢。见了我爹一定要小心谨慎，送礼、说话、办事，步步都不能出错，错一步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能不能救你爹，就看我爹能不能看上你这个女婿了。小姐，小姐回来了，快请。小姐慢点。李公子，府台大人说了，一个丫头有劳公子亲自送回来，多谢了。府台大人还在前厅会客，就不当面谢了。李公子，请回吧。哦，岳父大人在忙，我不忙，我等他。我是专程来拜见他老人家的，当然该等。李公子，请回吧。照我爹的脾气，8成是不让你进门。这闭门羹，你吃定了啊！那怎么办？耍赖？跟巡抚大人耍赖？到时候打发你的，准是赵总管。他是我爹面前的老佣人了，他这个人啊，就爱别人捧他的老资格，在我爹面前说话有面子。哎，守山先生，请留步。哦，李公子也知道我的见资。他叫我。小姐跟我提起您啊，您老人家在我岳父老泰山做知县起就跟着伺候了，是看着小姐长大的。淑云还说您最疼她了。小时候在京城，就爱骑您脖子上上街买糖葫芦。小姐还念叨着很舍不得您呢。小姐真的这么说吗？李公子，要见府台大人，还是改日吧。寿山先生，您可是大人的心腹啊，内幕想必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昨天小姐在我们家，我们2个洞房夜话，一见如故，说了好多我岳父大人和你。小姐还没入洞房就被抬回来了，冰清玉洁，什么岳父老泰山，这些话先不必挂在嘴边上。先生提醒的是，可万事足不过2个字，一是礼，岳父大人是一省父母，教化四方，最讲道理的。2还是个礼，来，误的礼。昨天我和欧小姐拜天地入洞房，这大礼就算成了。今天回门，这也算是自古的礼数。你看，见不到岳父大人，没奉到这个礼，就失礼了。先生受累了，叫岳父大人过目。我呢，就在外面等着。岳父大人什么时候有空，想起我了，愿意见我了，您就通报一声。一点点见面礼，先生，请笑纳。小弟，
快给门上各位道辛苦！道辛苦，道辛苦！各位辛苦了，辛苦，各位辛苦了，辛苦。李公子破费了，你们还不赶快谢过李公子？谢谢李公子，谢谢李公子，谢谢。我这就去回禀老爷，可是见不见，什么时候见，这就不好说了。你们给李公子设个座，叫李公子耐心等待。不劳烦大人了，老弟，摆上。好，摆上，来，快，来，往这放这边，来，这边，轻点，少爷，坐下，轻点，拿着，好，拿这个，我爹常说，做人就得贵重。怎么个贵重法？摆谱，有多大谱摆多大谱。先沏一壶大吉岭的印度茶，再把上回那个北宋餐具摆上。是少爷。就这些。就这些。拿枪，揣炸弹，刺铁山，当刺客，当乱党。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刺激？丫头，你说的故事不错，可你爹我是谁？你翘起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你就是想把我气晕、吓晕，乱了方寸，听你摆布。这个李重光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竟敢把你和桃花调包，拿你当人质来讹我舅李玉堂，抓了我的女儿，堵上嘴，绑起来，塞在柜子里。跟我讨价还价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你为什么？我太了解您了，您只是想把自己撇清，把我拉回家。可全广州城都知道我嫁给了李重光，天地也拜了，洞房也入了，我一黄花闺女，我算怎么回事儿啊？逼我嫁人的是您。说了不算的也是您，我的婚姻大事您翻手云覆手雨，就是我娘死得早，我就是没人做主，没人疼啊，娘啊，你在天上吗？睁开眼睛看看女儿啊！赶紧走啊！你明知道我心里有人，你还逼我嫁到李家，我逼自己斩断情丝，我逼自己重新开始，好不容易又遇上一个人，你又……再说了，我已经是入过洞房的人了，就算你现在让我去找秦少白。人家会要我吗？你能不能给我留条活路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我看淑云啊，她这心思深似海呀。不是我不懂情，可李家现在摊上那么大的官司，铁山巴不得火往我头上烧。自保就不错，救李玉堂谈何容易啊！
爹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从今往后，我生是李家人，我死是李家鬼。我今天回来，一位回门省亲，二位求爹救我公公。爹救也好，不救也好，我跟我丈夫回李家听天由命就是了。我丈夫他就在外面，爹若是执意不见，女儿只好跟他回家去。以后，爹别怪女儿只认夫家，不认娘家。哼，臭小子，有那么几分子定力，看着不像是个凡胎戏词儿。这行事为人呐，倒有那么几分的贵重。他那是有备而来，势在必得，是要跟我干上了。老赵，在。你去把那个臭小子给我赶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收了人家的厚礼，舍不得赶啊！老爷，既然问到小人了，那小人就直说。那李公子精明得很，懂人情世故，最难得是没有富家公子的轻浮和傲慢。哼，拿了人家的钱，自然替他说话。老爷，您又说笑，银票已照规矩交到公账上了。老爷，这小姐毕竟是小人从小看着长大的，难得小姐看上什么人，要不老爷您就过过法眼。少跟我装算了。是。去，把那个臭小子叫进来，在我府衙门口又喝茶又下棋，做账做制，成什么样子？是。太爹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少爷。李公子，老爷有请。好。可以啊。公子，您请稍等，老爷马上就到。好。有些话不能直接说，得绕着弯说；有些话不能绕着弯说，得直接说。哪些话直接说，哪些话拐弯说？考的就是这个。我爹说，做人呐，最难的就是这个，教不了的得靠天赋。哎呀，没天赋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别去了。反正你这么笨，肯定过不了关的。到时候救不了你爹，再搭上你和我。臭丫头，最好别骗我。要是你爹敢把我怎么样，我就……
丫头还念叨岳父要换一套英吉利的文房四宝、羽毛笔什么的，我家里正好有套上好的，这回派上用场了。在你家，帮我的女儿扣着她讹我，跑到我家来，进门就砸东西，你胆子壮啊！哎，岳父大人，小婿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个吓的。哎呀，都是被那个臭丫头把我给吓唬的，说您多可怕，多可怕，我就……臭丫头，你说谁？不是臭，是香的。不是，我是说桂千金。原来我的闺女是个臭的，想必你也觉得我是臭的。不是福太大人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，小人在家里就这么叫习惯了，到了您的地盘得改口。闺女是闺女，爹是爹，您当然不臭。不是，我是说您闺女也不臭，我臭还不行吗？岳父大人，您别生气，小人本来就胆小，最近总是被吓唬的，吓得我头晕脑胀的，话也不会说也不会话，不是话也不会说了。原谅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才叫臭小子呢，臭死他！笨死！笨死了！还笑？少爷，这姑爷太逗了。他戏班子出身吧，这生旦净末丑，他是样样都行。什么姑爷？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。起来说话。谢谢岳父大人开恩。少套近乎。这小人就难办了。您是小人货真价实的岳父大人。洞房夜，百般恩爱，提了裤子就不认了。小人可不是这种人，所以您看，这岳父大人我还是得教的嘛。你说是吧，岳父大人？挺好的。什么挺好的？看来不错呀。大姨娘，为老不尊。哎呀，都是女人，早晚都得有那一天。哎，怪不得呢，不想着那个秦少白了。听说你后娘家是三元里团练，麦把式开武馆出身。是啊。我说，你是把耍江湖、撂地摊的一套拿出来了。李重光，我早就把我的女儿八抬大轿抬回府了。你跟谁洞房，跟谁恩爱，与本官无关。那感情，那臭丫头不是您闺女啊？我就说嘛，那个臭丫头又疯又野的，拿着枪，还说什么被人家说什么来着？你干不干？你干不干呢？干不干呢？大人您说嘛，有些事可以逼，有些事是逼不成的。就像昨晚吧，我都快被吓死了，我娘的都吓得快要上吊了，她还逼我，完了还不让我上床。大人不爱听，小人就不说了。反正都是从大人家抬过去的，你给我什么我都认，云也好，花也好，香也好，臭也好，都是小人的媳妇。今天小人就是送媳妇回门的。笑，怪不得爹说你老不正经。你爹呀，他就爱我这老不正经，就喜欢我这老不正经。
我要是正经了呀，他就不稀罕了。哎，这风姑爷倒是很合你爹的胃口。你才疯了呢！我奶奶说了，李家再乱，也不能缺礼，这门一定得回。哎，大人您别急，我奶奶老了，昨晚的折腾我没敢告诉她，她只知道我真娶了欧小姐。她老人家还说了，李家再难，也不能委屈了欧小姐，更不能让府台大人脸上无光，让广东百姓所笑。既然如此，李公子请回吧。按规矩，新媳妇回门得在娘家待上1天，娘家晚上派人给送回去。李公子，请。